死跟安宁疗护的差别哦，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classic 一个经典的伦理的思辨。安乐死的目的是让病人就是走掉，就是死掉。可是安宁疗护的目的是让我们病人能够身心就是平安，然后没有痛苦。所以它的目的是在解除病人或家属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面面观》，健康爱台湾，我是主持人黄慧茹。世间有四季变化，人间有生老病死，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但随着医疗的进步，寿命的延长，许多人现在常受地狱的恐惧，害怕在插满管线下没有尊严的活着。大家都不想受苦，但如何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好好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卫福部部长邱泰源邱部长，以及台湾安宁缓和医学会理事长台大家医科陈绍仪主任分享他们的经验。在我们今天深入讨论之前，我们也做了街头的访问，我们先看看民众的声音。安宁缓和不知道，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不知道，知道，没有希望痊愈的一个重大疾病，但是我可以透过这个缓和，让我后续的生活品质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提升，还是让那个快要过世的人得到更好的最后的照顾，这样子。不知道，没听过。这个就真的完全不知道了。不知道，不太确定，不知道，真没有听过。维生就是只是最低程度的维系我的生命而已，但是对我的品质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帮助。安宁照护不代表就完全放生你，不是，就是让患者比较舒服。那当然不是啊，不是它是一个比较缓和的治疗行为，因为还是还在照顾他，所以也不算放弃治疗。应该不是吧？应该是想要让临终之前走得更快乐。不是，应该是说让人可以平静的离开吧。不等于放弃治疗，而是用舒缓或者是比较人道的方式来去做后面的医疗行为。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知道啊，我知道，是不是病人有自己可以决定接下来的下一步？这个知道。我有意识决定我不管是器官捐赠之类的，病人有权利自己决定要不要放弃治疗之类的，长辈自己的意愿。比较是安稳的状况下，可以再做最后的一段旅程，这样。我觉得是病患的意愿，他想要怎么样去维系他剩下的生活品质，这个是我最在意的地方。最后的那一段日子，就是要怎么陪他吧。我会在意他的心理状态，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就是能够过得比较愉悦一点点。透过街访，我们就发现民众事实上对于这些名词，安宁疗护啊、维生医疗啊、病人自主权利法，多数都说他们不太清楚或是不知道。然后我们如果看到他们的行为，实际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安宁照护住记的人数已经累计达101万，所以约占成年人口数的5.1%。那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是预立医疗决定，就是在病主法叫做预立医疗决定，然后目前刚好超过9万人，那比例大概是4.4%。所以事实上这个数据就是告诉我们，事实上还不到成年人口的1%。所以一开始就要想请两位就街访的内容，还有我们这些调查的数据做一些简单的回应。所以是不是请部长先？好，我想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会深深的体认到安宁缓和医疗的推广的确需要更大的努力。那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一个通过以后，其实安宁缓和医疗界非常用力的跟社会沟通，也一直在民众的宣导。那也感谢那个时候政府其实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来帮忙推展安宁缓和医疗的概念，以及签署相关的意愿书。所以但看起来比例还是需要再努力。那在自主权法案通过以后，我们也在 AD 方面那个预立医疗指示这个部分，那也
觉得它应该更，因为它的范围会对适用的病人会比较更宽广哦。那也是能够所有的民众都可以能经过咨商了解以后来签署。那这个也很努力哦。但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我觉得我们未来政府一定要提供更多的资源来跟相关的专业团体，或者是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有一个团体来共同再继续来推展。主任呢，对于街访的内容还有这些调查数据有什么看法？是的，这2个数据呢，在我看来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低，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那这2个数据的比较呢，因为安宁的助记它基本上呢是比较没有花费的。那如果呢是这个 AD 呢，就是预立医疗这个决定这样的助记呢，在目前在台湾，那我们是有这个希望病人能够来这个所谓的 ACP 门诊就是预立医疗照护咨询的门诊。另外呢，可能还要有相关的一些亲属或是朋友来陪同。所以在我们过去就是我们台大医院做的这个国科会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呢，会让病人比较却步的原因，可能就是在于说这个花费的问题，以及还有就是白天上班时间需要亲友这样的一个陪同。那还有就是很多病人会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是以后，好像距我还非常的遥远所以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确定的感觉呢，也是会让人比较却步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根据我们过去做的这样的研究呢，有如上的一个这样的解释。那接下来还是想继续请教主任安宁缓和医疗跟安乐死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大的呼声会去赞成安乐死？好的，安乐死跟安宁疗护的差别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classic 一个经典的伦理的思辨。这个在我们部长很多年前他从东京呢，就是这个荣誉归国拿到学位的时候呢，他就是我们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思辨。不过那时候部长呢，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基本上呢，安宁疗护跟安乐死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那我们就从一个手段跟目的来看，是完全不一样。怎么说呢？安乐死的目的是让病人就是走掉就是死掉。可是安宁疗护的目的是让我们病人能够身心就是平安，然后没有痛苦。所以它的目的是在解除病人或家属的这样的一个痛苦。那另外呢，就一个手段来讲也是完全不一样。安乐死的手段呢，是透过一些镇定剂一些肌肉松弛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注射让病人达到死亡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安宁疗护呢，我们是透过药物、非药物还有团体这样的多专科团队的努力，让病人跟家属得到一个身心灵的一个舒缓和症状的缓解。所以不论就是手段或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2种一个思维。所以你刚刚回复这个安宁疗护跟安乐死，我们应该要把所有的精力跟努力花在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提升安宁疗护的品质，而不是一直纠结怎么样让病人赶快死。刚刚我们在录影之前也有跟主任有稍微提到，他就觉得其实安乐死这个翻译本身就已经有点，它其实不是这么安乐，对不对？是的，其实有一些翻译是值得商榷。像安乐死来自于英文或是应该说是更古典的拉丁文，叫做 euthanasia euthanasia。 的意思叫做优化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意义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安乐死，表面上会让一般民众以为说这就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解脱的方式。其实不然，你要等安乐死之前，你要做很多评估，你还要等很久的时间，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身心灵很大的一个煎熬。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
努力在于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质以及死亡品质。所谓的生活品质，就是让我们的病人活得像人，即使在最后的时间，病人呢知道他的病情，能够身心安顿，能够做好一些准备然后呢能够跟家人有很好的一个相处相聚等等。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病人呢不光是有身体的症状然后后事的交代，还有很多心愿的完成，在最后的时间他可以去完成他所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没有遗憾的身心两相安，这才是我们追求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善终的境界。如果大家早一点能够去了解安宁缓和医疗它的内容，它的真正的用意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对每一个人将来都很重要那人生也无常了那生病以后更是需要给他最好的一个照顾，我们也希望把它治愈但是无论再怎么样科技怎么样努力，还是有一部分的病人会走向末期那这个末期绝对不是医疗的失败，而是疾病的自然的演变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大家要用平常心一样的来治疗他，来关心他。治疗什么呢？治疗他的症状他生理上就会有疼痛，甚至呼吸困难各方面的一些症状那这个都需要专业团体来跟他治疗。那心理上当然一定会面对很大的冲击，那心理的支持，甚至他面对未来生命的一个死亡的一个压力在那里的时候，生命意义的讨论生死的教育其实更是重要，这也就是所谓的灵性照顾所以在末期照顾怎么样提供一个身心灵的照顾，其实是安宁缓和医疗很重视团队团队成员都很重要，就是为了让病人跟家属得到一个身心灵以及家庭的整个照顾那才能够生死两相安。所以呢我们可以提早来思考这些事情，那尤其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ACP-AD 这些的想法，其实都是希望我们人在意识清楚的时候，由我自己来决定我的这个未来。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呼吁各位民众，如果您开始有面临一些生命的挑战的时候，可以来认真的思考。谢谢。部长，我想刚刚提到的不管是签署的义立医嘱或者是能够签署安宁缓和医疗的 DNR 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对病人自己或者对他的家人都很重要，因为让家人在最后的时候不会猜不出自己的病人的一个心愿，那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你去签署这些 DNR 或 AD 是一种爱的表现，爱你家人的表现也是爱这个社会的表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也鼓励民众来多了解。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部长跟陈主任的分享，让我们深入了解了安宁照护的真谛，思考生命，面对死亡不能等到最后一刻才做。感谢大家收看《生活面面观》，健康爱台湾，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台湾。